奢靡、愚痴、饕餮、淫邪，汝等罪孽深重，配得上一曲淫杀。方才言道，豪府满门上下100余条性命，竟于顷刻之间齐齐毙命，死者个个体无外伤，唯有双耳汩汩流血。此情此景，不由让人联想起武林失传的阴杀功。话说10年前天都峰上，江湖7大高手鏖战前朝国师一阙阴阳，那一战打的是昏天黑地，血流飘出，终是换来了江湖如今的太平啊！其中，周地楼方舟方贤主所倚仗的，正是那阴杀功。据说周地楼除去方贤主擅琴，其余弟子也分别擅长笛子、琵琶和鼓。怎料4年前方贤主竟遭人暗算，周地楼也从此荒废，几名徒弟更是生死未卜。而今，黑衣琵琶客携阴杀功祸乱江湖，肆意妄为。亦有人云，此人正是那场变故中失踪的周地楼传人。龙源剑会剑主邵延平得报，即派其关门弟子单风堂钟春季，率剑会弟子远赴雁县，是要将此江湖恶徒缉拿归案，血债血偿。
刚交代了黑衣琵琶客的相貌。我知道的都说了，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了。我真的不认识那个人。杨城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谁让你用刑的？钟女侠，你可知道，在婚宴当天的惨状？那可是死了100多口人啊，只有他毫发无伤，此事极不寻常。我怀疑他就是凶犯的内应。何况郝大哥对我有救命的恩情，我就想尽快问出凶手下落，所以才会。杨城主，你有证据吗？滥用私刑有违剑会宗旨，城主不会不清楚吧？先把人放了。来人，把疑犯给我放了。是。杨城主，他还不是疑犯。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我都会如实禀报给少监主。姑娘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用害怕。多谢姑娘。不着急，没事了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姑娘只需照实回答。中原剑会断不会冤枉任何人。姑娘，请问，案发当晚你都看到了什么？有没有听到过什么不寻常的声音？当时我听见一阵摄人心魂的琵琶声，突然间感觉四肢无力，意识也变得有些模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慢慢苏醒，四周变得异常安静，静得让人心里发慌。大婚之夜为何不笑？说话呀，阿水姑娘！记住我的样子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留下活口来指认自己，为什么？管他为什么，这次我们终于知道他的相貌。禀城主，凶手找到了，人就在城郊10里外的金叶寺。也不知道方丈被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养了你们大半年，结果呢？不听佛法，也不帮寺里做事，一个就知道在那喝茶嗑木头，另一个只会偷鸡睡懒觉，
那么大个人了，终日混吃等死，好意思让我个孩子伺候你们？啊！施主们，这是找人，不知施主要找的是哪一位？说，寺里那个年轻男人在哪儿？别跟他废话，进去搜。杨尚卿，你怎可对无辜小孩下如此重手？你究竟是燕城城主，还是黑道匪首？小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是他们把你打成这样的吗？快走！施主小心！中堂主别忘了，此案牵连颇深，静夜寺胆敢窝藏疑犯，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是帮凶。给我进去搜！是。老子好不容易得空睡个觉，来了一群野狗乱吠。我数3个数，还留在这不走的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是何人？1。给我搜！是。一环渡月，你是天上云，池云。你把阿邪姑娘带到哪儿了？看这人的轻功，一定是那个人的小弟。是。老子是不是黑道，还轮不到你这孬种来评说。池云，快交还阿邪姑娘！好让你们带回去，继续拷打。中原剑会会彻查此事，勿枉勿纵。你强行掳人，同样犯法。什么破中原剑会，能管到老子头上？她叫凤凤，她刚刚被吵醒，可否请姑娘帮忙哄一哄？真的是
姑娘，见过。容貌确实是一模一样，可是眼神却完全不同。现在还有谁想要进去吗？内院的这位高手功力匪浅，我们打不过，但在下必须见他一面，才能排除嫌疑。还请带路。钟姑娘，你……雨霞，有种！我欣赏你。行。剩下的人回去等消息。喂，你说什么？钟姑娘，你要是敢动钟姑娘一根汗毛，中原剑会的少剑主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刚才他说什么了？啊？施主换上这件，不要着凉了。唐丽慈，啊，谁姑娘？刚才是让你帮我照看一下这位姑娘，没让你来抢我风头。谁让你帮了？你打输了吗？我堂堂天上云，既然没输，那就不算帮忙。有道理啊。他就是凶手吗？凶手像他，像，身量样貌一模一样。可是，适才亲眼所见公子的阴杀之术，公子莫非出自江南周地楼？在下中原剑会钟琛记，烦请公子协助调查3日前豪府血案。志云，起来。我起来。敢问公子，3日前戌时至亥时之间，人在何方，做些什么？谁可以作证？你明知非我敌手，为什么要进来见我？若我身亡，便证明公子与血案相关，以我一人之命换得一个真相，值得。你是邵延平的徒弟？邵延平正是家师。果然是这样，不然怎么会说出以命换真相这种话呢？你明知非我敌手，为什么要进来见我？在下奉剑会之令查案，如果阁下闪烁其词，只想折辱在下，那就莫怪在下以嫌犯的名义缉拿你。你明知非我敌手，为什么要进来见我？唐狐狸，你
时喝茶把喉咙喝坏了，怎么就会这一句话？我明白了，唐公子，钟某会再来的。阿谁姑娘，我带你回去。阿谁姑娘留在这里会更安全。那就劳烦唐公子，照顾好阿谁姑娘。钟姑娘，谢谢你。姑娘不必客气。唐狐狸，你和那姑娘打什么哑谜呢？阿谁姑娘，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问题吗？合着就我一个人搞不懂是吗？既然搞不懂，那为何不问呢？我这不正在问你吗？问我又不会有答案。我问邵延平徒弟去。志云，你若见到钟姑娘，再帮我问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什么事情是在喜宴上所有人都做了，唯独新娘没有做的？行吧。既然公子并非凶手，那为何你们二人相貌一模一样？自然是因为我们曾经相识。公子知道他是谁？一位仇敌，假扮成我的样子，来向我寻仇。池少侠，你的跟班们呢？我让他们先去豪府了，我想一个人先去探探。池少侠匆匆赶来，是有要事吗？唐狐狸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唐公子方才问了我3个问题啊，池少侠不是也在场听到了吗？没听懂。啊，唐公子问我的第1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见他？是因为剑会要我调查豪府灭门血案。我领命而来。至于第2个问题，看上去是同一个问题，但其实意思各不相同。就是唐公子若真是凶手，我们显然不是他的对手，那为什么他不杀了我和阿谁姑娘？且为什么不逃？哦，原来如此。那第3个问题呢？啊，第3个问题呢，唐公子想问的。其实是你为什么会怀疑我？这便是要我去想阿谁姑娘指认他的理由。记住，而这个理由，当然是因为阿谁姑娘见到了凶手，能指认唐公子与凶手形貌相同。懂了。让他直说不就完了？还有个问题，是唐狐狸后来让我问你的。有什么事情是喜宴上所有人都做了，但新娘子没做的？这案件迷雾重重，已知者中唯一可疑的，便是那杨尚清了。你是怎么猜到杨尚清头上去的？因为阿谁姑娘明明是受害者，但杨尚清却对她用重刑，显然是急于结案。那么他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极大。我早就觉得那个姓杨的是凶手，但是仵作又说，这受害者死于阴杀宫，浑身没有任何外伤，只有双耳出血。你说，这阿谁姑娘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外貌上形似唐公子的黑衣琵琶客。可这什么琵琶客，一根毛都找不到啊！那我们现在不妨考虑一下唐公子的另外一个问题：什么事情是所有人都会做，但是新娘子却不会做？酒，哎，客官，客官，本店新到了一批肉质特别鲜嫩的乌骨鸡，再配上那个桂花酒，味道那叫一个绝呀！怎么样，尝尝去？那我们
是喝酒。喜宴上所有人都会做，但是新娘子不会做的是喝喜酒。走，验尸。结账。欲伤美酒陪欢宴，谁料这美酒变毒酒。没有中毒迹象，难道我们猜错了？也是，如果真的中毒了，仵作不可能查不出来。唐狐狸都这样问了，应该是没错。你这么相信唐丽子？谁相信他了？只是他整天一副胸有成竹的表情，8成就是想过才说的。所以方向一定没错，这死状确实像阴煞宫啊。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难道说，赤云有没有一种毒能够让人双耳流血，像是阴煞宫所杀，却难以辨别？哪有那种毒啊？有，百步杀。百步杀？哎呀，你不混黑道，不知道这些下三滥的东西。此毒无色无味，毫无药性，若溶于水中，便是神医也难查验。可在1个时辰内接连与桂花酒服用，便会产生剧毒，症状便是两耳出血。怎么证明？水井，煮菜、炒菜都需要用到水。宴会开始前，宾客也要喝茶水，所以水井里面肯定有线索。我去酒窖找找桂花酒，你带着人去找宴席剩下的酒菜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那里面都不会验出毒。一会儿水井集合。果然如你所言，酒和菜都单独验不出毒来。现在将酒水混在一起试一下，就知道我猜的对不对。果然有毒。艳羡人人皆知，好温后最爱桂花酒，适逢新婚，肯定会拿桂花酒来招待宾客。主人敬酒，除新娘之外，所有人都得喝。时间差不多了。仵作验毒只会验咽喉银针是否变色，但百步杀与桂花酒却是分开通过死者咽喉。他们应该想到了，这就是仵作没有验出中毒的原因。这就证明他们不是死于阴杀。够了。唐狐狸，没想到老子这么快就找出答案了吧？也就老子见多识广，才能这么快还你清白。就这还不对，老子好像被算计了。怎么了？唐狐狸怕你不懂毒物，找不到真相，所以就说了一堆让我听不懂的话，让我好奇，然后让我帮你解谜，帮你找到这个真相。这天杀的，这个唐狐狸又骗我！施主，难道这就是你的因果？施主，施主，疼吗？像我这样的人，怎么会知道什么叫疼呢？唐某先去看看阿谁姑娘。啊。赤云，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哪不对劲？杨城主的动机是什么？这还有什么好猜的？左右不过利益2字。如果真的是这么直白粗浅的理由，那便证明杨城主不是什么大智之人。可为什么
他能用阴杀功来为自己掩盖罪行。什么意思啊？郝文侯与宾客死状凄惨，阿谁姑娘又没看清形似唐公子的黑衣琵琶客。可我们已经证明，郝文侯与宾客都死于毒发，那黑衣琵琶客从何而来？4年前，周地楼一夕之间覆灭，阴杀宫早已绝迹江湖。如果杨城主真的能找到一位阴杀传人，来为自己掩盖下毒的罪行，那他一开始就不会选择用下毒这种卑劣的手段，而且还做得如此隐晦，像是在隐瞒什么。你是说，有人要害唐狐狸？你要干嘛？把杨尚卿给我，打3天，他连隔壁城丢的狗都承认是他偷的。等着。哎，池原，不行，这是屈大成招。快点慢点！这是我祖传的花盆啊！我的妈呀！房主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哟，把银子都摆地上了，是瞒不住了，准备跑了？所有人听着，能杀了这个家伙的，我赏他1半的黄金！给我杀！杀！杀了他！大侠功夫实在了得，这银两都是你的。来人，帮大侠拿过去，拿过去。说吧，为什么要害唐狐狸？公子请进。姑娘刚刚从牢里出来，便有心情玩弄这种小玩意儿。今日见到凤凤，心生喜爱，加之这些时日经历跌宕，总想找些事来分散心神。阿谁此举逾矩，还请唐公子和夫人莫怪。没有夫人，她是我随手捡来的。如此可怜，幸好遇到了公子，善心收留，仔细照拂，亦是一种缘分。你错了，不过随手为之。想知道收养孩子是什么感觉？但你不还是给他起了名字？有了名字，就有了羁绊。千载逢无力，断行旧日词。那就叫你唐丽辞吧。如今看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是他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姑娘，你嫁给郝家，是卖身葬父，横遭此难。若觉得心中难安，不妨去寻方丈，求一道清心平安符，很是灵验。郝城主恩情，阿谁无以为报。阿谁姑娘，你令唐某疑惑，你身在局中，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我看来，你不过是他用完即弃的棋子，一个借以开局的引子。可我又
又做错了什么，要当这弃子？若我是弃子，那公子在此局中，又是扮演怎样的身份？池宇，你在做什么？周姑娘，周姑娘，你快救救我！他要杀我！给我一炷香，他什么都招了。池宇，中原剑会绝不能屈打成招，真相要靠明查。这证据都摆地上了，你瞧不见吗？他就是派人偷偷跟着我们，发现事情败露，想要卷款潜逃。什么叫卷款潜逃？我这是杨城主家的。请你解释一下，你搬运这么多金银财宝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赚的呀！我也是一方城主啊，我只有这么一丁点积蓄，不应该吗？我还有再装！好，我说，是我杀的，郝家的100多条人命都是我干的，都是我害死的，都是我害死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陷害唐丽慈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！不是的，我没有想要陷害唐丽慈，不是我，是那个人，是他逼我这么干的，就是他，就是那个黑衣琵琶客。什么黑衣琵琶客？何时？在哪儿？他不是人，他是鬼。那晚我离开郝府，又后悔又害怕。下毒灭门，背信弃义，你做得很好，值得惨死的奖励。别杀我！你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别杀我！你向郝家100多口人下毒，他们本该死得无比凄惨，而本尊则以阴杀让他们在美丽的幻梦中死去。你若还想安享城主之位，就带中原剑会的人去郊外古寺找我。看清楚了，这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。就是他，就是唐丽慈，就是唐丽慈。公子说，凶手是你的仇敌。可若真的如公子所言，他如此嫁祸陷害于你，公子为何不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？还是说，他并非仇敌，而是仇敌，也是曾经的朋友。阿谁冒昧，敢问公子是怎样的朋友？怎样的朋友？急什么？那么久未见，你没有忘了我们那些过往才好。尊主，您交代的事情，属下都已经办得差不多了。只是您现在贵为风流殿尊主，别说是一个躲在艳羡破庙里的唐丽慈，就算是中原剑会的邵延平，只要您愿意，取他性命也是易如反掌。恕属下愚钝，尊主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唐丽慈，反倒耗费心力去做那些事？像他这样的怪物，直接杀了还有什么意思？
不死，又没人性。唐丽慈当然是个怪物。花无言，我说的对吗？红姑娘，尊主，你可不能让他轻易就死了。我能杀他一次，就能再杀他第二次。小红，你说，这次我怎么杀他才好？当然，要让他感尊主所感，痛尊主所痛，千夫所指，身败名裂，最后在万人的唾骂中凄惨的死去。一个恨不得上天下地也要杀了我的朋友，一个我恨不得上穷碧落下至黄泉也要找到的朋友。阿言，这半年来，你一直避而不见。其实那一日，遥想当年，十里华下，师兄教你我主梅三人行，春和日暖，岁月正好。可如今十里花已久，斯人已云间。师兄走后，主梅也不知所踪。这周地楼就剩你我二人了。阿丽，这支曲子是你当年所写，今日我们再为它奏一次，如何？儿时细作，怎比得上师兄所撰的名篇？我却觉得这支曲子是我听过最好的曲子。唯有此曲，才配送你上路。下蛊，若非你带伤复原，
怎么会轻易中我的蛊？唐丽子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！阿言，自那一别，已是4年了。你杀我1次还不够，如今又以豪府血案引我入局，再杀之。既然如此，我便遂你的意，看看4年后，你还能不能杀得了我。就是唐丽子，就是唐丽子，就是她，她让我这么说的。不是我，求你们放过我，放过我吧。江湖上出了如此穷凶极恶之徒，危险。少给我装疯卖傻！你为什么要杀郝长春？为了钱，还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是因为……什么人？赤云！星鬼九仙丸。江湖事，江湖了，不是你杀我，就是我杀你。主仆亦可为财反目，兄弟也可背义相杀。说到底，人心难辨魔考，辨定皆是剥削。
阿弥陀佛，是非善恶，不过一念之间，放得下的必是一念。施主聪慧非常，苦海自渡，贫僧相信你终会抵达彼岸。阿爷，我来找你。论轻功，谁能比得过我天上云驰云啊？哎，留下！信燕，你是雁门的人。雁门还有这绝活，早知如此，老子也养貂了。这个池鱼上哪儿去了？钟姑娘，钟姑娘，阿谁姑娘？这是哪儿来的船啊？阿谁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唐公子带我来的。他说在这里会遇到你们。池云号称天上云，你是追不上的。唐公子为何会在这儿？阿谁姑娘又为何也来了？既然要追捕凶手，自然要带上苦主。钟姑娘所寻之人已西去数十里，走水路更快。你竟都知道了。可那人身法极强，绝不是什么普通高手。有天上云在，人丢不了，而我们也追得上。不过，唐公子为何会笃定池云会往这边来？在下并非笃定池云的行踪，而是笃定凶手的去向。公子此言，竟是已经知道了凶手是谁？唐某因为自身的私事，也打探到了许多消息，而刚巧有一条线索，就指向此处。半年前，西风剑侠风传香于榴莲小筑中离奇失踪，现场只有风传香归家的足迹，而无离去的足迹。据传，榴莲小筑中有2个人居住过的痕迹。风传香失踪后，这位神秘的同住人亦不知所踪，而答案便在这一物之上。燕翎，羽长而韧，色润灵风，这并非普通的燕翎。信眼，雁门的信眼。雁县东去100里，便是雁门。此河流贯东西，凶手若不想牵连雁门，定会西去。
即便途中生意转而东飞，也会正好与我们撞上。可是，这不可能啊！钟姑娘何出此言？这雁门是什么地方？雁门最早乃是绿林出身，后被前朝招安，成为了驻守雁门关的军户，一手训雁术十分了得。10年前天下大乱，剑会率领众高手围杀一阙阴阳，雁门提供了不少关键情报。这门主江飞羽脾气暴烈，但性格却最是护短，所以雁门的弟子最是注重情义。江湖上有句话，宁犯阎王客，莫欺雁门人。听起来是个名门正派。不是听起来，是本就是名门正派。杨尚卿原本也是名门正派。这是我从杨尚卿身上所得。实不相瞒，家师此次派我下山，不仅是为了郝府血案，也是为了这件事。这些丸自一阙阴阳死后便已绝迹，不知唐公子有何看法？星鬼九星丸，我亦有所关注。初四，便是唐某之看法。那钟姑娘，先别担心了，过来吃些茶点吧。说吧，你小子什么身份？谁派你来杀人灭口的？不说话就没事了？你不要逼我！哼，不逼你，不逼你，我陪你跑下100多里路，玩呢？小鬼，别吞吐啊！蝼蚁尚且偷生，千万别服毒。迟云，你退步了。老子还没用全力呢。
就到这儿吗？哇！当场给爷爷跪下！那个灭口阳上卿的杀手，竟然是江澄。钟姑娘认得他。江澄是雁门少主，为人正直，侠肝义胆，与西风剑侠是至交好友。两人常在剑王城辖下花溪一带锄强扶弱，并称花溪双侠。半年前，西风剑侠于家中离奇失踪，江少门主也没了讯息，他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念叨啥呢？蓝狐狸，你念叨啥呢？我还得审他为什么要杀杨尚卿呢。有人受伤了吗？装什么？我确实是不记得了。江少门主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不是什么江少门主。我1年多前在中原剑会见过你跟风剑侠，不会有错。既然知道身份了，也不用问了，老子直接将他带到雁门去，让雁门的人替他解释不就好了？父亲，唐公子，你受伤了。公子受伤了，还是不要乱动为好。你不怕死，是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败坏了雁门的名声。唐狐狸，还真被你说中了。什么狗屁雁门，就是一群脏东西。住口！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子应该知道吗？星鬼九星丸，这血丸又重现江湖了。我原本以为我认错人了，看来我没有。你确实认错人了，我不是的。你中毒已深，经脉逆行，命不久矣。你不怕死，但你也不想现在死。你还有事情没做完，对吗？若是人多的地方不愿开口的话，我们换个地方单独聊。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当众说的？这唐狐狸，神神叨叨。阿谁姑娘，方才唐公子的伤势如何？钟姑娘安心，带我回去再为公子上一些药，便无大碍。不过池公子，这星鬼九星丸究竟是何物？为什么你们每个人提到都是一副谈之色变的模样？那是前朝国师极乐教主一阙阴阳用来操控人心之物。操控人心？江湖呢，向来以实力为尊，谁不想冠绝武林、出人头地啊？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实力和天赋的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没实力的想变得有实力，而有实力的人想通过走捷径变得更强。服下这邪丸，功力便能突飞猛进。所以一开始啊，星鬼九星丸就是被当成补药流行起来。但马上这些人就发现自己被坑了，
为什么？服用邪丸之人，须得终身服用，否则就会发狂而死。于是掌控邪丸之人就掌控了这些人的性命。一阙阴阳当年就是靠这样的方法掌控大半个江湖的。1年多前，我与家父发生争执后，便去投靠传香。我们一起住在花溪山上，切磋武功，行侠仗义。那段时间，我武艺突飞猛进，我以为是传香陪我练功的缘故，可谁知道，他竟然暗地里服食邪丸，还掺在饭食里给我。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后，去质问他下药的缘由，他不肯告诉我，只让我相信他，说他会帮我。江城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帮你的。我不要他这种所谓的帮助，我也不需要靠这样的方式得来的功力提升。自那之后，我坚决不肯再服食邪丸，便让传香帮我压制邪丸的毒性。只是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，大到我一想起，脑子就似一片空白。直到半年前，传香突然失踪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找遍了各处，也找不到他的踪迹，便带着传香购买的邪丸，想追查他购买邪丸的途径，就这样一路查到了杨尚清身上。所以，你担心杨尚清将此事泄露，让风传香、西风剑侠的名声扫地，才不惜冒着被天上云追击的风险，出手将他杀了。如果不是被追到走投无路，我绝对不会再用邪丸。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我们曾是这样好的朋友。唐公子，我想找到传香，问他为什么害我。明明是生死相交的朋友，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好的，唐某知道了。阁下很幸运，今日唐某心情不错，可以给你2个选择。一个是你现在死，如此，江湖上下便会立刻知晓雁门江氏勾结极乐教余孽，服用邪丸。另一个，在下帮你压制毒性，3个月后再死，我便考虑留雁门名声清白。条件呢？那个黑衣琵琶客，你见过他？是他透露出线索，指引你找到杨尚清的，对吗？他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他四处杀人，又四处救人，他是个疯子。他在哪儿？他哪里也不在，却又无处不在。你找不到他的，只有他想见你之时，他才会出现。他可帮不了，因为他都难以自保。报！江门主，前面芦苇荡发现上门主踪迹。老狐狸！
唐狐狸，什么情况？他怎么死了？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这东西是蛊。坏了，叶门定是把我们当成凶手。唐公子，这……唐狐狸，这叶门的验证在江湖上名声可不小啊！你小心些，千万不要。 杀人者唐立慈在此，愿回雁门受审。唐某甘愿俯首认罪，束手就擒，还请江门主暂替剑会主持公道。你疯了！ 什么意思啊？他是在下的同伙。啊！来人呐！我跟他不是同伙，我就是一个路人，放我出去！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嘿，你说这雁门？ 人在笼子里面，鸟在笼子外面。这雁门真是个不讲规矩的门派，真是小刀拉了腚，开了眼了。诗云，别出声。怎么，有计划？耳朵疼。你，老子跟着你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杀人者唐立慈在此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自己要进来，你自己进来就好了。 带我干嘛呀？我怕一个人无聊啊。你还带着这玩意儿干啥？这是他的蛊。你那个死对头？除了他，还有什么人能有这样的手段？ 那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至于束手无策吧？不如你先想一想，他有什么计划？栽赃嫁祸吗？先栽赃你害了郝文侯一家，再嫁祸你杀了江城。那就对了。哪儿对了？现在除非死人复生，否则没有人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了。 这是干嘛？张狐狸，下面看过来要煮我们呢！嘘，你真的太吵了，我有些后悔带你进来了。你不要磕你那个木头了。 你想想办法呀！他煮你的我一壶18吃，谁都跑不了。办法？啊！可是我没有办法。那你这……因为我就没有想过要自己出去。唐立慈，你有病是吧？你是真有病，我确定了，你就是真有病。你他娘！江二叔，请您相信我，我以中原剑会弟子名誉保证，不会有错。够了，钟姑娘。 你所言也未免太过骇人听闻了。成儿，他可是我大哥唯一的儿子，打小就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的秉性我是知道的，他怎么可能去服用那种邪药？邪丸劝你留毒江湖，
唐公子先前也确实在为少门主压制毒性，阿谁姑娘也可以作证。我说够了没有？我知道，江城主，您丧子之痛有多么让人……曾死过儿子，那你知道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哼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！江门主，江门主。江门主，少门主服食血碗一事，背后定然另有缘由，等着您去查清，还少门主清白。若您因悲愤而忽视真相和证据，不就令真凶的奸计得逞了吗？我亲眼看见长儿在唐丽慈面前爆体而亡，唐丽慈自己都承认了，难道这还不算真凭实据吗？我今日就是要告诉你。杀人者唐丽慈，必受我雁门3刀6洞之刑。倘若我真是杀错了人，那过后老夫便自裁向天下谢罪，以命抵命。点火！掌门要是真把老子放到火棍上，老子直接杀出去的。池云啊，很多事情只有到了绝路，才会出现转机。什么情况？好像玉兰香气，不是花香，是剑气。这剑气非一人莫属，是那位传说中失踪了很久的西风剑香，风传香。封剑侠，早前听闻封剑侠失踪一事，我还觉得奇怪呢。剑侠的身手如此了得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失踪呢？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问题。剑侠今日是来找长儿的，长儿已经遇害。我知道。知道为何还要熄灭那些火？便是要那杀人凶手受尽3刀6洞之刑后，再烧成灰，以祭奠长儿的在天之灵，你知道吗？某可以很肯定地告诉江伯伯，江城的死牵连甚广。某与江城乃是至交，断不会做出欺瞒您之事。你知道？确有蹊跷。若是江伯伯愿意相信某，可否将此事交由某来处理？哎，大哥，这不是长儿的？江伯伯，现在可愿相信我？你想要如何？某想要那位唐公子。此事，老夫需要好好思量一番。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唐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在下风传香。
唐公子，怎么了？月色不错啊，不是吗？惭愧，好友离世，某还未有心情欣赏此等美景。听闻唐公子是江城身故前见过的最后之人。江城生死前，身旁除了在下，的确没有旁人。江伯伯骤逢丧子之痛，捉拿了公子，令公子受屈，还请公子不要见怪。封剑侠可真是君子啊！难道他们没有告诉你，我已亲口承认杀害了江城？唐某自作自受，算不得委屈。我虽不知公子为何要揽下这等罪名，可是听封剑侠所言，你是笃定我不是凶手？对，因为毒不是你下的。他们怎么给我们放下来了？什么情况啊？因为封剑侠给唐公子做了担保，江门主不信我们，倒是很信那个封剑侠。是那个失踪的风传香？是。料想他失踪一事应该也只是讹传，不过幸好他及时赶到，虚惊一场。某来此，就是为了缉拿真凶，替死去的好友报仇。请公子助我，这对在下有何好处啊？真凶归案，公子自然洗刷嫌疑。这不算好处。诚然啊，即便某不出现，公子也定然有方法逃离。但是据某所知，唐公子先是卷入了郝文侯灭门一案，出寺不久，又成为了杀害阿成的疑凶。唐公子，即便你能逃出雁门，又能保证没有下次吗？难道公子愿意自己所过之处处处冤案，最后成为江湖公敌？封剑侠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呀。某在江湖漂泊，朋友不少。既然朋友不少，为何偏偏找唐某帮忙？因为此次的敌人，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。我们？对，我们。某相信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石大哥，你醒了。雁门那群杀千道的莽夫呢？江门主已经带雁门弟子都回去了。就回去了？这么轻易？江门主走之前也提出了条件，最迟7天，唐公子要帮封剑侠查出江少门主食用星鬼9星丸一事的真相，给雁门一个交代。我问问他去。某今日只能喝到这里了，若是江城还在的话，定是要与你再喝上一壶，喝到尽兴的。没想到，封兄的酒量竟如此之好。某的酒量平平，只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而已。不是吧？你们俩才认识多久，就成知己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唐狐狸你这么爱交朋友啊？迟酒。哎，担不起，你还是叫我迟云吧，或者迟大侠、迟寨主都可以。好了，今日还有事要做，要饮好茶，解酒。是急，是急。只是某并未随身携带茶叶，现在也不好去找江伯伯讨要。封兄莫急，唐某有。迟云，看茶。你让我给他倒茶？你不愿意吗？不去。好吧。又疼了？疼你还喝这么多？跟这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人装什么自来熟？所以，我想喝好茶，解酒。
臭，等着吧，老子就是贱。江湖漂泊，最是知己难遇，好友难寻。你们二人呢？风兄错了，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仆从。仆从？这个是他的卖身契。东少侠，我只是个小小的仆从，哪儿配给唐狐狸当朋友啊？喝，这是天上云和唐公子之间的义举，我就不予置评了。此茶甚是清香，天上云，多谢。哎，这才是你的。风兄见笑了。阿谁姑娘倒是融入得很好，都是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事情方歇，应该好好坐下来，安安稳稳地吃一顿饱饭。你说的对，是该如此。那我也来帮个忙吧。钟姑娘，鼻子，哇，我来。好了，多谢阿谁姑娘，我还是不帮倒忙。没事，钟姑娘愿意在这里陪我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钟姑娘的手是惩强除恶的手，这些事由我来便好。短短几日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你一介孤女颠沛至此，受苦了。过去我随爹爹卖艺，经历的艰辛不知凡几。现在还能在这么安稳的地方暖衣饱食，已经很幸福了。况且还能见识到以前从来没有见识到的事情。是啊，我原本以为我这次代表中原剑会下山会很容易，不料是我想简单了。说到这儿啊，还是多亏结识了大家，才使这些千丝万缕的线索逐一浮出了水面。还有唐公子，他虽然行事颇不讲常理，但是却往往达到奇效，真是令人佩服啊。确实，唐公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若是几日前的我，怎能想象未来的日子不是被困在豪府一辈子深居简出，而是能和一群游侠闯荡江湖呢？钟姑娘，这一切还得谢谢你救了我。我们就不要再言谢了。其实我也算是见识过大半个江湖了，但从未有过像此次这般奇特的经历，惊心动魄，柳暗花明。我盼能早日查明真相，带着功绩回到剑会，不辜负师父，却又盼能迟些与你们分离。风兄，方才你说到的那处风景优美，你与江城的隐居之所是在花溪尽头，风崖之畔，流连小筑。待我们完成与江门主的7天之约，某随时欢迎唐公子和唐公子的朋友们光临寒舍。流连小筑。风兄，唐某从未见过燕江的晨景，不如你陪在下去船头一观。甚好。晨光和煦，好景啊！此等好景，
罪疑让人清醒清醒。唐公子，你这是毁约。唐狐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风剑侠，你们的故事，唐某听了，兴趣有，但不多，值不上在下奔波的价码。某以为唐公子是个顾念朋友之人。唐某没有朋友，又谈何顾念朋友？风剑侠，你误会了。可是唐公子，别可是了，人家都说了，人家没有朋友，你还想和黑心狐狸做朋友？怎么被吃的只剩骨头？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唐公子，有话就说。刚刚什么情况？你们昨晚不还相谈甚欢，怎么突然就翻脸了？那天江辰告诉我，最早让他吃下星鬼九星丸之人是风传香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生死之交吗？赤云，你一向嫉恶如仇，我怕你忍不住。背信弃义之人，我确实不会忍。老子这就跟上去看看，要真是他下的毒，老子一刀就把他宰了。赤云这是要去哪？阿谁姑娘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你想问什么？公子想让池大哥跟着风剑侠，为何不直说？被人指使和自己主动，对别人来说可能差不多，对池云可是有很大的差别。大部分时候，我更愿意让他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。我以为你会问另外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手。昨日，你明明看见我受伤，且他就在你眼前愈合，你不好奇？阿谁只是觉得，每个人或许都有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。姑娘，你很聪慧，但很可惜，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。池云和钟女侠都下船追踪去了，现在的船上只有姑娘你我2人。阿谁姑娘，派你来的人难道没有跟你说过唐丽慈有多危险吗？阿谁姑娘，你是豪府唯一的幸存者，也是刘岩选中的证人。告诉我，我的朋友刘岩为什么会选你？我不知道，唐公子。抱歉，是在下失礼了。唐公子，你的道歉根本不是出自真心，因为你不在乎阿谁是否原谅。你为了获得想要的真相，不惜用最粗暴的行径试探我，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想法。
可这样的唐公子，却愿意管封建侠和江公子的事。公子能告诉阿婶，这是为什么吗？有眼将你留在我的身边，果然有他的用意。什么？跟我来吧。人呢？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啊。剑侠，江二叔，封剑侠，你怎么会掉进水里去了？来，快坐下。来，把这个披上。玄清羽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封剑侠，你怎么会掉进水里去了？还有，那位唐公子呢？唐公子忽然翻脸，不再与某合作。这，过河拆桥。江二叔，你怎么会来此？我还不是为了成儿的事儿吗？昨日听剑侠所言，成儿服食邪丸一事，另有隐情。没错，我怀疑他是被下毒了。竟然，可恶！真是可恶！剑侠接下来要作何打算？某与江城乃是至交，定然要将下毒之人捉拿归案，血债血偿。成儿有剑侠这样的朋友，此生不枉了。剑侠可否带上江某一起同行？黑白两道，我们雁门还是有一些门路的。多谢江二叔，这样自然是最好的。咱们走，我们还是赶快找个地方，先把你身上的衣服弄干。走。先不说这风传香是不是有问题，这江二叔怎么比江城的亲老子还积极啊？不太对劲，我再看看。干嘛还抽风啊？跟上。这是哪儿？花溪。江公子与封建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唐公子，你不是不愿意帮封建侠了吗？还是唐公子是想与池云兵分两路，一起调查江少门主的事情？你猜对了开头，但却猜错了结果。在下确实毁了与风传香的约，不过我来这里是因为13楼将线索指向了这里。每月15，正好便是今天，正好便是此刻。它便会从此处江面升起，届时你便可以登上这不换楼，去和落魄13楼做交易。至于你想见到真正的13楼，条件还不够。